现在面对的呢就是抬高以后的 S4这条高速公路。你看啊，这边前面好像也在施工的情况。经过一处小桥，前面是一条河浜。到了这边你看啊，这个杨柳树啊，好像绿的更多了一些。骑过六垒塘桥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在新庄这个附近随意的骑侠。今天出来比较晚了，现在已经4点多钟了，大概不用1个多小时天就慢慢黑了。那我们就在附近随意的转转，做一次健身的骑行。今天因为跟家里人去的七宝老镇，其实我前天骑单车已经穿行过七宝老镇里面的街道了。今天呢，带着家里人在七宝老镇里面畅游一番，然后呢，也吃了一些上海和上海附近的典型的小吃，像那种小笼包啊、肉汤团啊等等吧。现在我骑行在银都路上，这条银都路呢，前面就是 S4 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。那经过了1-2年的施工啊，这条 S4 高架呢已经被抬高了，但是我看前面好像还是有围蔽的。以后的目的呢，就是打通银都路，让这条银都路呢就一直可以在这个高架桥上面通过，直接去到浦东。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之中。我们得看看啊，要怎么才能够转到这条路上去。我突然发现这里其实是可以的，有一条田园路是可以走的。那我们就在这边看看能不能绕一下。现在面对的呢就是抬高以后的 S4这条高速公路。现在我在边上，它有一条田园路，就贴着这条高速公路的马路。右侧呢就是一些拆迁的居民房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小路上面随意的骑行。这条小路人也不是很多，但是停满了车，变成街上的停车场了。像右侧这些都是以前建的，我觉得都是一种城区里面拆迁到这边的这些房子。虽然这些房子呢也是按照人均的基本的面积，就居住的这个情况呢已经比在城区里面好了很多，但是这种房子呢也就只关注一个住字，怎么住得舒服，怎么能够让年轻人买了车以后有地方停放啊，这些当年其实都没有怎么规划。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车位一位难求，晚点回来的人没有车位了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所以才有这些马路变成了停车场。你看啊，这边前面好像也在施工的情况，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出得去啊？我们走走看吧。
貌似这边好像已经做了一条路了，南走走看。看来还有很多工程没有完工啊。果然这条路还是通了啊。这个片区呢，总的有一个名称叫田园都市，所以这条应该是这个都市的最边边的，所以叫田园路。前方到达京都路，这边有一个可以过马路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是绿灯，我们骑过去啊。向左呢就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路口了。但是我们还是顺着这条田园路继续骑着，这也是我比较喜欢骑行这条小马路，因为这条路呢，这个大车是开不进来的，只有一些电动车之类的啊。左侧这边好像要进行施工，左侧这边呢是有一条匝道，就是骑行的单车、电动车可以过这条 S4 高速公路的，我就直走吧。经过贵都路。可能是快到下班时候了，这条原本没什么人的小路，你看浩浩荡荡都是电动车大军。这里已经到了护光路了。这右侧是一个幼儿园，很多来接孩子的家长。貌似这里又有一个可以过S4的一条高
高架，人行天桥。经过一处小桥，下面是一条河浜。前面是专信路，又经过一座小桥，这座桥叫护渠桥。左侧呢就是144这条高速公路了，但这条平原路的右侧呢已经全部都是低密度的住宅区了，可以看到都是独立屋。前方是向阳路，这里除了一些杨柳树已经有些嫩枝以外，这些大树还是光秃秃的样子，包括梧桐树叶都基本上掉完了，还是会有一些萧瑟的感觉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这种环境还是很不错啊。就人不就是希望住在一个相对比较空旷啊，有自己的天有自己的地的这么一种房子里面，那优质这些房子呢就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。你看啊，这个时间段从南向北的骑单车的大军还是络绎不绝的。继续往前走，红绿灯那里呢，就差不多到了沿江路了。沿江路呢，我前些天在其中村那边骑行过，就是有其中网球俱乐部的那个地方。
车回去。这里已经到了纬都路了，看到这边停了好多车，应该有个学校。果然，这条纬都路上右侧就是有一所学校。就这个时候呢，都是家长接小孩放学的时候。我看现在几点了？现在4点40。哦，到了这边你看啊，这个杨柳树啊，好像绿的更多了一些。前面这条就是沿江路，它有高架跨过S4高速。这个桥下这条叫光明2号路上面应该可以穿过。我们去看看那栋的步道到底建好了没有。我们坐的飞机，他们开的车。左侧就是沿江路的桥了。这边呢，我们来转转，应该是没有通的。以前每次到这边呢，就到头了，那我们就到头去走一下，然后掉头往回走。我相信将来呢，这条路啊，就是一路都会通过去，因为这边有一条河川，两边修一修，应该是蛮休闲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太矮了，我就过不去了。我们在这边看看江，休息会儿，我们就往回走了。刚刚呢，我就是从前面过来的，这一路都叫田园路啊，因为这个区域叫田园都市的缘故。然后过了沿江路，就是眼前看到的这条桥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准备往回走吧。没事干啊，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，在边上住所的边上呢，随意的骑行或者散步，或者呢去一两处名声在外的古镇老街。就像今天我们去了七宝老街，也是上海有名的一处古镇。
今天并非休息日，但是古镇里面非常热闹，大家买土特产的。但我更多的人呢，应该就是来感受一下就是这种老镇的味道，就是中国人内心的文化的元素。好了，我们准备从这边往回走了。这条叫明坤路。现在呢，我在沅江路和都市路的路口，我看到这边还写着“砖桥”两个字，应该属于砖桥镇。好，现在呢，骑过沅江路，我就顺着都市路往回骑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快5点了。这是这个屋村叫金榜新月，就是金榜题名的意思。骑过纬都路，看来这条马路上呢是以变质梧桐树为特色的，但这梧桐树的叶子都还没有绿啊。天籁园在我的右侧。当年呢，上海市进入到发展快速时期以后，有很多人都从都市搬到了近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最多的人口从都市搬到近郊的地方。那除了有政府安排的拆迁房安置区以外呢，那还有很多改善型的这种低密度的社区就在这个马路两边呢，到处都是。那当年区几十万而已，那很快就涨到了几百万，甚至有很多呢过千万。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你任何一个人只要买到1、2套房子，经过1、2代守在那里呢，都是有所成。这个就是财富效应。但如今呢，它已经见底到头了，再想要靠房地产来发财呢，就已经非常的困难。
甚至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这个房地产比较低迷的原因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逢高就要回落，有高就有低，这是规律。好，我们继续骑过向阳路。我相信这边的人出行呢，很多还是靠自己开车居多，当然也有这种公交车，但骑单车出行的人应该是极少的，所以在这样的骑行道上呢，没有什么人，还是非常宽敞的，感觉也很安全。又骑过护渠路，刚刚在另外一头经过的护渠路菊子花河。前面呢就已经到了专兴公路，这是通往专桥镇的一条路。这边已经有了一些小商业，一些大超市之类的。左前方呢是专桥镇文体中心，这边应该有一个专桥的中学，我以前去过，还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继续在都市路上向北骑行，经过专兴公路。右侧是万达广场，就是这种城乡结合地方，一般都会有这种万达广场。骑过六垒塘桥，六垒塘呢也是一个横贯东西的一条河川。都市路在这边呢稍稍拐了一个弯了，我们继续沿着都市路往回骑。向右是沪光路，这里直走呢是老沪闵路，往左一点才是都市路。好，我们还是要拐到都市路上骑行。前方是贵都路，骑过贵都路，继续在都市路上面骑行。这条都市路呢，
就是因为有田园都市这么一个新市区的规划而命名的。经过了30多年吧，这个地方呢，从一无所有，就完全是一片农村地带，就发展成了老百姓的一个大的社区。虽然离中心城市呢有点路，但是交通还有这些商业等等居住需要的环境基本上也都有了，已经成了新的城区的一部分了。现在呢，我随着车流骑过京都路。左侧的龙盛商业广场呢，是我住的地方比较近的一个商业广场，也是我们经常这边来购物用餐的地方。现在我继续在都市路上向前骑行，很快就要到家了。今天纯粹就是趁着最后黄昏以前的一点时间出来健身骑行。基本上回来以后都是在住所的边上，因为天气比较多变，而且我看未来的很多天都是下雨的天气预报，所以这个季节到上海来呢，主要是为了拜祭先人，跟自己的这个亲友们小聚一下。观光旅游呢，就放在以后吧。我们今天在住所附近的骑行就到此结束吧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我们改日如果天气好呢，还会继续出来走走。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。拜拜。